当你第一次玩翡翠，你或许会好奇，到底原石定制和一步到位的成品有何差别？哈利波特相信大部分人都有看过，所谓隔行如隔山，不懂翡翠的人就像哈利波特里不会魔法的普通人，简称麻瓜。翡翠啊，跟了这么多年翡翠，这个都不认识，白干了。本期视频就利用麻瓜的视角为你解密翡翠的魔法世界。这一堆是粉丝寄来的翡翠原石，看着平平无奇，甚至有那么一点的丑陋。这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的魔法石，一种由魔法创造的神奇物质。两者放在一起，大概连巨怪都知道怎么挑选了。但我如果说运气好的话，通过一点小魔法，这堆石头里有可能会开出这样亮晶晶的东西。相信大部分的麻瓜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一堆原石。这情节怎么有点熟悉？既然做出了选择，施法前请拿出我们的魔法棒、相遇专用手电，这些就是魔法世界里的魔法工具。翡翠里有厂区和厂口，就像霍格沃尔兹学院和它的分院。在翡翠的主要产地缅甸，一共有6大厂区，每个厂区又包含大大小小的厂口，这是比较著名的8大厂口。一般情况下，不同厂区的翡翠原石其特征大都各不相同，就像是同一厂区不同厂口的翡翠原石，它的特征也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而不同厂区的翡翠原石有时也存在着共性，因此关于厂区或厂口的特征都是仅供参考。根据皮壳初步判断，这5块料子分别来自会卡、墨西沙、南奇、近似达玛坎、疑似默默亮。解石的过程嘛，大家可以理解为分院帽的分院过程，这决定了它适合做成手镯、珠子、挂件，或者说是其他镶嵌珠宝，又或者扔进鱼缸，可能都嫌它占地方。那么同学们，请抓住你们的光轮2000，我们准备高速飞行。这是份会卡敞口的料子，这是我们所说的大开窗。这种小小的充满误导性的，我们就叫做流氓窗。从大开窗来看，料子引人遐想，冰冰透透，带青底。这里有一些脱砂的表现，但就眼前凹凸不平的状态来说，我们斗胆预言，纹裂会多到头皮发麻。经过我的大力切割，它没有出现奇迹。这么牛逼，这个石头活久见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。这个石头我突然发现它有点艺术啊！我本来以为它里面是个大理石，这个跟那个天然的像那个冰块碎裂的那种感觉。非常帅，非常帅，但是它裂太多了，做不了什么，只能当一个奇石。当然，此时如果你有压力需要释放，那你可以和我一样，用锤子把它锤开，简称砸个锤子。那你就可以收回一堆像这样煤渣一样的东西。让你继续切，那你会发现你切了个寂寞。哪怕它有点东西，而你不服输的继续切，那你将会得到一个300左右料不底工的小可爱。料不底工的意思就是它的加工费远比它本身还要贵。再看这一件疑似默默亮的开窗料，打灯这样叫一灯爆，皮壳被磨得有所保留，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。从开窗能看到这样的飘花和种水表现，估计80%人会直接就冲了。但是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随凭垂直来看，料子开窗的这一半是种质较好的，而另一边则是种质较差的。换句话来说，恭喜你被骗了一半，还剩一半。你不信，我们把整块料子完整扒完皮之后，就能清楚分辨了。就觉得这边有肉，就它开窗的位置是有东西的，里面没开窗，我们扒皮的部位都很差很差。继续沿划线位置切开，看看能不能有比较完整干净的部分做点东西。这一半就没什么用了，全是脏粘裂，这部分还能雕点东西出来，种水还可以。这个如果要雕东西的话，得把这些黑点给它用上，看看能不能设计点东西出来。总结一下，有点东西，但是不多。有请下一位。这个近似达玛坎的料子，它有那么大的开窗，所以通过大部分裸露出来的肉质，结果毫无悬念。当然，出于职业道德，我们还是会把它切开来看看。如你所见，这是一块乌漆抹黑的料子，但它确实是清水料。表面开窗也是这种种水，里面也是这种种水，并且一点裂都没有。像这种东西就是切一点牌子，打一点珠子，然后这块石头的话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价格差不多是4、5千吧。不爱玩，不爱玩。再来玩一块墨西沙的开窗料，看着比邓布利多校长还老的皮壳，而这个开窗的手法看着像个新手，在新手保护期之下，打灯可以看到种水是相当的好。切开你会发现它的棉好像被施展了生长咒，无限繁殖。这边的肉还是可以的，等到这里的肉就非常的差，裂啊、杂质啊都很多。
但是我偏要杠，还没到最后我就继续切。哦，这一刀下来舒服多了，非常舒服。结果它从这么点变成了这么点点。不想切了，因为这个是我能接受的最小的排型。再顺着裂给它切的话，它会变得非常小。这种料子一旦变小之后就不值钱。我要顺它的裂切完，这个料子可能就值个200-300，但是现在的话能值2000，不能切了。后面就是要看雕工去挽救它。压轴上场的就是这块南起的石头，雾层比较厚，看着又冰又油。看着这个形似甲骨文的大开窗，大家还记得叫什么吗？流氓窗。此时我斗胆盲猜了一下，里面大概率能出好东西。于是我们一刀下去，哇，好烫，太烫了！哇，这水滴到上面都变热水了，猜猜能不能爆？嘿。就是这开窗的地方有，其他地方都是白肉。开窗的地方部位还是挺好的。这里还有一刀脱裂要切掉。不错，这可以做一个小印章之类的东西，也可以说是设计一个东西出来吧。中水还是挺不错的，这个中水也好。最后我们得到了原石，大部分是看运气，成品缺了点刺激，因此选择从片料定制相对有趣点，见证朴实蜕变的过程，也有种参与感。而这一部分我打算以哈利波特中霍格沃兹学院里的禁灵为概念，去设计一枚印章。禁灵一直是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中神秘的存在。哈利波特3中，哈利波特在禁灵中遇到威胁，救他的就是未来的他，也是从此刻他真正的明白了，未来的包括现在的战场都只能靠他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去战胜自己，战胜一切。而我用了3棵树去表达禁灵的概念，这也是我想呈现的，代表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做的时候还出现了一点小插曲，当时想的代表过去的小树苗它断了，翡翠就是这样充满变数，它才独一无二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组成了我们的人生。 One chooses. Is it not always clear why? 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亲爱的麻瓜们，原石这个东西跟魔法差不多，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少碰为妙。顺便在这里给这些原石的粉丝问句好。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。